如果吹牛也分代字的话，那印度媒体绝对已经是赢雪五代机了。最近，印度媒体宣称自家装备的法国产的阵风战机远比中国的第二款第5代隐身战机歼35优秀，而且是全方位的比歼35优秀。是的，你真没听错，就是全方位碾压歼35。虽然小编无数次在嘲笑印度，但在吹牛这件事上，小编真没办法嘲笑。如果印度开班教吹牛，估计全世界都得给印度磕一个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首先，这家印度媒体名为 ONE， 翻译成中文大概是世界一体新闻台，在油管上有高达1100万订阅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，证实一下小编没在故意抹黑。9月17日，该印度媒体发布了一期专题新闻节目，名称是印度阵风 F4 比中国歼 35A 更胜一筹。在节目中，印度媒体从制造工艺、发动机、航程、作战经验等各个方面将阵风和歼35进行对比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印度装备的阵风战机远比中国的歼35优秀，所以印度空军和中国空军相比，在印太占据了空中优势。该印度媒体之所以这么说，依据是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武器空战，印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而阵风战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。依据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第二款第5代隐身战机歼35根本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。歼10 CE 看到印度媒体这么说，估计嘴都要笑歪了吧，因为之前歼10 CE 也一直被印度甚至是全世界看低，甚至是刻意的贬低，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没有实战经验。可是印巴武器空战却让歼10 CE 这款在中国现役战机中几乎排名垫底，且有可能快要退出现役的战机大放异彩，一战封神。因为歼10 CE 击落了多架印度战机，包括印度现役战机最好的阵风战机。之前巴基斯坦官方说是击落了3架阵风战机，可是在当地时间9月16日，巴基斯坦军方新闻处在美国的社交平台 X 上又发布了退役中将哈利德·基德瓦伊在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的讲话内容。基德瓦伊在讲话中证实，在印巴武器空战，巴空军实际击落印军8架战机，其中包括4架法国制造阵风战斗机、1架法制幻影2000、1架米格29、1架苏30及1架以色列苍鹭无人机。为了证实自己所说属实，巴空军甚至同时公布了其中击落的4架阵风战机尾翼上的战术编号，并附上对应战机的照片。巴方还指出，这些阵风战机隶属印军第17中队和第101中队。为了显示自己所说属实，巴方还通过英国媒体《空军月刊》公布了击落击伤的阵风战机的编号，要求印度或制造商法国达索公司澄清战机现况。据公开的信息显示，法国达索公司通过软件监测发现了印度空军所属的阵风战机有8架失联了，只是达索公司拒绝公开回应。而印度方面除了没有展示那些阵风战机的编号照片、飞行记录等之外，一直拒绝承认战机被击落，更不承认装备最好的战机阵风被击落。甚至于印度上层总理莫迪下到普通民众，都宣称印度取得了武器空战的大胜。印度政府还派出大规模的宣讲团，满世界的宣称印度取得了武器空战的大胜。不过，对于印度全国性的大撒谎行为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居然2次亲自打脸。第一次是美国当地时间7月18日，特朗普在谈及印巴武器空战时，声称飞机确实被打下来了4、5架，我认为是5架。20多天之后，当地时间8月25日，特朗普又一次在谈及印巴武器空战时，改口称有7架战机被击落。结合巴基斯坦官方近日宣称击落了印度7架战机和1架无人机来看，特朗普所说和巴基斯坦所说是一致的，是可信的。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了，因为印度装备的阵风战机在中国属于比较落后的歼10 C 面前都已经被打成0比8了，印度媒体怎么就能有那么大的自信说阵风比中国第2款第5代隐身战机歼35要优秀得多？且印度在面对中国时还占据了空中优势呢，是谁给的自信？印度神牛吗？
玩笑归玩笑，印媒此举恐怕与印度要采购多达114架阵风战机有关。这起采购案预算超过了2万亿卢比，如果落地，将是印度政府有史以来签署过最大的一份国防采购案。此前，阵风战机生产商达索航空已在印度设立生产线。印度宣称，这114架阵风战机60%的零部件将在印度本土生产。采购完成后，印度的阵风战机总数将达到176架。所以，印度既然要一次性采购这么多阵风战机，那么让媒体配合写一些命题作文，当然就再正常不过了。另一边，关于歼35，目前公开信息显示，巴基斯坦已经从中国采购了。有消息称，已经有1架歼35到了巴基斯坦。当然，这消息小编可没有能力去证实或证伪，我姑且一说，你姑且一听就行了。当巴基斯坦装备一定数量的歼35之后，那么印度空军将来的主要对手就不再是暴打了印度阵风的歼10CE，而是要先进的多的歼35。对了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近日还专门去了中国成飞，考察歼10CE 生产线，计划增购歼35隐身战机及空警500预警机。巴空军将领甚至开玩笑称，此前空战6-0，下次要60-0。所以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实际的结论：印度采购114架阵风战机，即使真的变成事实，恐怕在巴基斯坦以歼35为核心的体系化作战面前，176架阵风的最后结局，也只能是为巴基斯坦空军充当最贵的活靶子。印度此次采购114架阵风战机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。小编不知道印度人自己知不知道，反正现在网上有不少人都在说，这里分享一位大 V 的观点，大家姑且听听看。首先，采购114架阵风战机最早是由比利时的军队认可网站于8月17日披露的。印度空军强烈主张与法国达成一项政府间协议，在 MRFA 项目下再采购114架阵风战斗机。此举，印度政府将绕过国际招标流程，让波音的 F-18EF 和 F-15EX、洛克希德马丁的 F-21、萨博公司的鹰狮 EF、欧洲的台风以及俄罗斯的米格35直接出局。当然，如果印度绕过国际招标流程，将引发争议，甚至受到国际制裁。而且这种暗箱操作存在着巨大的腐败空间，印度官员将可以从达索得到贿赂。另外，即便是法国全力满足印度的需求，但生产时间也将是漫长的。何况前面还有印尼、希腊、卡塔尔等客户在排队。时间越是延后，阵风性能的先进性就越会缩水。所以当时外界并不相信此事，因为大家不认为印度人会蠢到这种地步。但印度方面如今不仅证实了此事，而且还敲锣打鼓。没想到吧？印度公开宣称增购114架阵风，是在向美俄欧表明，莫迪政府决定绕过招标程序，理由是这样做可以加快印军现代化进程，加快阵风服役速度。对欧美来说，它很可能失去 MRFA 项目下的合同，法国将成为印度最主要的武器装备来源。MRFA 项目是印度最为雄心勃勃的军事计划，它的主要内容有3： 1. 为空军采购新一代多用途战机，具备夺取空中优势、执行对地打击、侦察以及海上作战的能力。2. 外国厂商向印度转让战机生产技术。3. 在印度本土建立战机生产厂房和车间。这就是印媒刻意强调印度制造阵风战机的原因。有人或许会问，就凭阿三的工业水平、人才水平、制造水平，他能造出阵风吗？这样问就太小瞧阿三了。印度国产光辉战机怎么来的？就是这么来的。几百家之所长，一上天，你们就知道厉害了。据新德里电视台8月20日报道，印度政府已批准为空军购买97架光辉 Mark 1A 战斗机，价值74亿美元。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还将获得超过200架光辉 Mk2 战斗机和中型战斗机 AMCA 合同。AMCA 据说是5代机哦。有人或许又会问，既然印度能生产如此先进的光辉战机，为什么又要采购114架阵风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两者并不矛盾。光辉战机属于精神层面，就像壮阳药；阵风战机用来作战，属于物质层面，这叫精神物质双丰收。有人或许又会问，动不动几十亿、几百亿美元，印度有这么多钱吗？还有海军、陆军、军人服役津贴、养老金、武器研发经费，去年军费也就766亿美元，怎么够分配？目光短浅了吧？采购战机经费是长期分摊的，辛格专员们一家老小就是靠这吃饭的，而且是要几代人一直吃下去。无论是光辉还是阵风，交付期越长越好，慢工出细活不急。
有人或许又会问，如果印度战机的性能跟不上时代，那打仗怎么办？有完没完？哪来的这么多问题？9月10日下午1点半左右，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丘鲁县附近，印度空军一架美洲豹战斗机坠毁，2名飞行员当场身亡。已经连续几个月在摔飞机了，你就说印度空军急不急？你还敢问东问西，有没有公德心？所以印度增购114架阵风看起来是不可思议，但其实非常符合印度人的逻辑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